大马的国际学校教育是许多人关心的话题。如果你考虑过让孩子念华小还是国际学校，国际学校呢又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学制，它们意味着什么？家长又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呢？如果你想过，那么你来对了。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马来西亚华人 Christine， 她的女儿念7年级，本来想念华小，意外没有念成，却经历了2家国际学校，窥斑之报，让咱们一起观察，一起反思华小和国际学校的教育。今天的内容呢，是我的一期播客节目完整版的精华，而且呢放上了视频，所以它是一个新的呈现，也希望你喜欢。好，咱们话不多说，开始吧。我是 Christine， 我是马来西亚人哦。我出世于 Indonesia， 但是我在槟城完全长大，直到我念大学的最后9个月，我在悉尼住了一段时间但是还是回国了。我先生是受英文教育，我受过华文教育。女儿现在是几年级？我们女儿13岁了，是在这里AISM 念这 Year 7。你们给女儿一直接受的就是国际学校的教育吗？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女儿在2岁半就开始去了 Montessori，其实也是算是国际一半国际吧。但是在要选择接近华小的时候，或者是国小啊，或者是国际学校，其实是根本不是在我考虑中。我是想说，你就念了3年吧，3年你就是学了本地的国语啊，学了华语啊，把数学也学得很不错，那我再给你转一个去国际学校。他去了吗？这个本地的华小没有。其实是这样子，当时要去学校的话，我们都有那个考试题，然后我的女儿，那老师就说好，你们就把这个卷子做好，然后就可以决定你可以去选哪一些学校的。然后他就问老师，你讲的学校是国际学校吗？老师说不是，然后他就好的，然后他就坐在那边写了名字，答了2题过后就停笔了，就干脆交白卷的感觉是。也就是说，他自己是有很清晰的目标，是想要进入国际学校的。对。当他了解这所不是国际学校的时候，他就以几乎交白卷的形式来拒绝进入这个学校啊。所以老师就回来跟我回应，你一定不能强迫小孩。然后，所以我们就要了解他到底要些什么，然后我们从不想他学习的不开心，因为小孩的学习，如果当他在学习的时候他不开心的话，他根本会很 reserve， 他不开心嘛，然后回到当时嘛。回到当时选择学校的时候，你跟先生之间，有没有共同的理念呢？我们我的理念就是，我们其实有一点差别的。我先生就觉得说孩子一定要开心的，就是说我也不要女儿写功课写得很辛苦那一类，因为如果是在本地学校的话，肯定是功课很多。所有的本地学校都一定是功课很多吗？很累吗？多数的因为很多家长就会早上把孩子送到学校的。老师都会给他们功课，然后很多都过后在读完书之后，有一些家长有时间的都会带回家，但是多数都会加入安亲班，就是补习班之类。然后他们都会做完，在整个下午就是学校完之后都是补习呀，那安亲班都是补习，然后直到晚餐时间，有时候还没完的话，功课还继续做晚餐后。所以这个我就听到一些朋友他们的小孩的每一天的那个生活习惯。然后我感觉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学华语很重要，没有那个环境就没了。然后，但是我体会到，我的女儿的性格都这样了。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就选一个她会开心的学校可以开始，毕竟她还小。然后我过后再来看，一直观察她，然后就观察她真的是在学校真的学习到吗？然后再做一个转移还是怎么样的？我就那时候所以觉得我们就选了Tier 1的所 International School。那在你们这些教育理念当中，最重要的1、2、3是什么呢？第一点还是老实对待自己。OK 我第一次听说老实对待自己，非常好。对，老实对待自己，老实对待自己，因为他这样子的话，他不会不开心。然后而且他知道他喜欢什么，他会做他要做的对的事情，然后而且他知道他会想说。老实对待自己之后，那个结果，他一定会承担这一类。OK， 这样就是会照顾好自己咯。会照顾好自己。因为不是分分钟每一样都是我们年纪上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说他会照顾自己，而且他以后不会给我们那个担忧。这个2点，第3点就是，我其实想的是
关于他自己的以后的前途吧。那前途就是，我就觉得说，小孩把书读好，就是他们以后的财富。但是不是每个小孩都会这么想，因为他们就觉得说，现在玩是很重要，我玩也能玩出一笔的收入啊。对的，所以我觉得说，不管他要玩的还是什么，但是如果是他有智慧，就是拼命的学习，不断的学习啦。说对，前途这一点是指的要有比较好的学术的表现，是吗？对，学校也不要是那种不好的成绩啦，我就这样子。我念华小和念国际学校比起来，华小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呢？有没有？华小好的是，当然是他们学，如果是你进的好的学校的话，因为只要看是哪一所学校，那他们学的华语当然是好过国际学校所学习的华语了。然后当然他们那边还有他们就是比较多竞争，让小孩子就会体会到什么是竞争，真正的竞争那个环境。然后而且你需要争取咯，因为那个学校就是好多小孩这里是谁是最会争取的那个，就是老师就会先看到。当然不是老师，除非你去那个学校是比较小的，但是几乎都没有那个机会。那竞争咯，还有华语学得好，数学会学得比较多，这2个方面。然后其他的就是这么的环境是竞争的环境。他们从小就会学习到那种环境是我就要靠自己的那种打拼是要自己来的那种的。还有华小有什么劣势呢？有什么跟国际学校比起来不足的地方吗？我感觉是就是教育的那个水平吧。我这边教育的水平，老师都是在一班都有40-50个小孩的华小，好大的一个班，那老师也看不到每个人，所以自己要懂得会自修才会有那个好成绩。和学生多也有关系然后而且有很多不同的小孩那只要看自己的小孩会加入哪一个群体，然后全力读书的就会变全力读书了，不然就爱玩的就变爱玩了。那国际学校的优势呢？父母和你们的教育理念。我从之前的学校和这所学校，我就有2个学校的经验，然后我感觉说是父母都会比较关心小孩，因为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所以就是沟通，学校跟家长都会做了很好的沟通。就我听上去，国际学校的劣势，你刚才也提到一些。第一个就会放弃学习华语。第二，我可以补充，就是学费比起政府学校要贵不少，要贵很多很多。对，就是由我们决定是哪一家国际学校，有一些就是真的是学费就是有如大学的那种学费的。就是是差不多了。对，差不多的。对啊，你们从那个 Tier 1的学校主动的转到这边来。其实我在 Tier 1那所学校的时候，我的女儿开始都挺开心的。不过我发现我们其实喜欢的教育制度是比较一半一半，比较 balance 的感觉。然后我知道是 IGCSE 的话，他们是在中学的时候都会很大量的要小孩，就是比较往 academy 的方面去，就是说忽然间那个转移那个模式，很多小孩就是 adapt 不了。然后我觉得我女儿会有那样的挑战，而且我老公和我都是在Australia 毕业，我先生在 Melbourne 他在那边Melbourne 念了几年的他的 degree， 然后我也是 Australia 的 degree， 然后我觉得孩子可以的话，以后就在 Australia 的那个学习 tertiary 就好，我们就不用飞这么远了。我想补充一下，你刚刚说的IG 是指 IGCS 英制的高考的这个制度吗？那个教育体系。对那我们现在这所学校用的是叫 HSC， 它是一个 HSC 是在我们的 Year 11和 12， 就是你有了 HSC， 你就是读了 foundation 这样，就是大学的 foundation 然后如果是不然的话，我们在这儿就还有一个就 Year 10， 就是小孩就是过后当然是在这里练 HSC 的话，小孩会觉得说，我准备充分了，然后我在大学我知道在选什么科系，我不会选错。其实是源自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体系嘛。对。那你刚刚讲的一半一半是指什么和什么一半一半？那因为Australia 的那个 curriculum， 他们就是从小学到中学，他们都会以就是 assignment 方式加考试，就是小小的 assessment 给小学。还有中学我们都会有assessment， 就是我学会看到那个
就是说孩子不会完全只是偏没考试的，就凭老师给你那个评语的 report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感觉说这样的制度孩子在进入大学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说有很大的调整，不会在他senior year的时候再觉得我要这样子做的，所以我会想以前不好的再补回来。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成长的话，他们都会很平衡，知道自己哪里不好的，就赶快应该是做一个 review 然后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啦。因为我们的大学，我们多数不管哪一个国家大学都是有 assessment 加考试嘛。现在你觉得它是跟大学更加接轨的一种制度？对呀，这个制度，所以我觉得说是已经有那种从小开始有这种的模式的话，会比较有容易的 adaptation 哦。那在澳大利亚的学制，它是一半一半，会不会就更加不注重学术呢？反而不会呀，我觉得这里都有很 balance， 就是说除了就是有要求你需要在成绩单方面也怎么样，老师也会看他们有没有在班上的沟通，再加上他的 involvement 在 sports 是否有做，不然老师都会鼓励他们，你应该来加入你应该加入这个球队这一类的，老师都会去跟小孩子这么说来加入这些之类的。如果我之前那所学校是比较大型大型，然后几乎都是也要靠自己的争取呀。也是对的，因为学校大的话，不一定是它是 Tier 1的学校，这一定好也要看适合度，我感觉是这样那也就是你觉得它的 academic 和那些 assignment 或者说体育运动玩就是另外的 50% 都变好了吗？是这个意思？在这里有我看到它的进步啦。以前的时候它是真的是有不错的，以前的学校就是有很多的 exposure， 就是很多的 excursions学校方都会做一些户外的 excursion， 但是这里也不会差，这里也有跟着每一个年他们都会有 design 了很好的 camp， 就好像学校的那个 school camp， 然后再加上一些活动，对于一些不同的年跟比较小的年一些的 collaboration 这一类，所以都没有差，我觉得反而是就是那个 community 在这个学校就是很强的，就是我是中学，也不是说我也不知道小学是有谁和谁这一类，那所以他们来学校的话，在这里他们就知道说这个小孩是哪一个year，他们就会讲得出来。女儿转过来是有多少时间呢？5年级转过来，所以现在都2年了。发生的最大的一些变化是什么呢？在女儿身上，我觉得说她现在都是整个人都不是那种我不做了，不然就讲那一句I'm not good at it。很容易变这样。他以前我会每次都会改他，你不可以这么说，因为其实你刚开始，you are not， 不是说you are not good at it， 因为就觉得说那个 mindset 很 close， 现在我感觉到他不会再讲这一点了。你觉得和学校的教育是有关系的？有我觉得是环境不断的影响，那个环境不断的影响，真的是会帮那个小孩，不会把自己定在说，我尝试1-2次就算了吧，我就是不好的啦。我没有机会的啦，我或者是说，做学习复习好辛苦了，为什么要这么艰难呢？因为学校都说可以玩他不会，他现在跟我说其实是过程，我知道的了，是过程了，然后他就会心甘情愿的整理好心情 ，OK， 再试一下，那我看到他这一点就是他改的这个最大的进步是这方面的。我们也认识一些家长，华人家长为主。他反而觉得这所学校的教育太轻松了，太简单了。我听到的词，所以他们打算转到 IG 啦、A level 啦、IB whatever， 就都会他们认为会更加严格一些。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我可能看待 IB 其实是IB 它是 Swiss 的嘛，Swiss 的那个模式，所以他们其实是也是 based on 你的 progress 的。我有去过看马来西亚有一所 IGB 那学校叫 IGB。它是完全是 IB 的 system，from year 1到 year 13，so 还是 year 12，就是所以我感觉是都是很多的在 classroom 的活动很多如果说功课的话，我觉得我没去过那个学校，但是我觉得说在 Montessori 到 IGCSE 还有现在 Australia 的 curriculum 的话，我觉得说如果你要孩子看到 progression， 那而且balance 的话，我给我体会是这里给了我们
给了我们，我看因为然后我在另一家学校呢，真的是完全是要靠老师。如果是老师觉得说没关系，不需要功课的，那我也没得讲什么的。然后孩子会回来跟我说，我的谁谁谁，我的谁谁谁都没这么，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学校的作用和家长的作用大概分别占到几成和几成？我觉得还是家长 play a major role 啊。对，现在的小孩，因为他们活在比较科技发达的时候，他们会看到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已经变成了完成品，就说哇，这个医生好棒哎，哇，这个科学家这么棒，我也要变成这样。但是他们不知道人家背后有多少的付出，因为现在的学习环境，老实说，政府学校的话也都比以前的轻松了，所以孩子们都会觉得说，哎，我都不是他们不知道说真的是需要付出一些的努力啊。我觉得所以 parents 还是 play a major role 啦。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跟以前已经不一样。对，因为现在社会真的是不同，所以我觉得说父母 play the major role， 学校就是一个好的学校，就会可能是就 play 了那个30 or 40%。如果是 parents 不然甚至一半，就要看他们的成长的年龄的时候，因为学校会带领他们，就好像有什么机会啊，他们会探索到他们有的潜能。因为我们就好像如果是讲说他们喜欢科学的话，我家唯有最科学的地方就是厨房嘛。非常好啊，那学校不同啊，那个设备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好学校。对，然后父母就是 take in 那个 role， 就是说，要给小孩子知道是说，每一样都是有过程。我把我自己 master 的好的话，我女儿也 master， 这我觉得她以后会是一个很会感恩的人。是，我觉得你讲的太对了，就一个好的学校的环境哦，我也深刻感受到，对我也是有影响，它也让我想要去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再有就是你讲的 community。你看家长不也是吗？就是我们也很聊得来，就是一个好的 community， 人跟人的关系不那么紧又不那么松，然后大家还有很多的互补，很容易聊到一起，而不是看到那个家长觉得他是我的竞争者，我不喜欢那个人，我不太会这样。是的，而且会变成，因为小孩都会来学校说，我们考试毕竟都是他们有小朋友的，你考几分啊？然后有些小孩就会觉得说，我不是很好嘞，然后他就。但是如果他们就不会在那里考得这么差，这里至少没有这种情况，不然就是有一些学校有一些环境是，就是 parents 就是就是很怕输。我们马来西亚、新加坡人都爱加输，就校方做得很成功，这一点就是对我们还是要有竞争，但是这个感觉是给那个小孩不觉得说你就是我的队友，你的敌人，我是对手，然后我会有那种心态，就是说 I need to beat you， 但是他们会他们会很 friendly 的。对，我是会要超越的是我自己，还有超越。如果我要超越他的话，我是要超越的是自己呀。Chris, you made my day。因为这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我觉得小孩子他们的分数有点像大人的赚钱，因为读书就是他的工作。如果他的脑袋里全部是钱的话，或者说全部是分数的话，他就被这个物化了。倒过来，那个东西在努力着他。对，那如果 50-50 maybe 是个很好的一个综合嘛，一个 balance。在这里至少是我觉得他们不会把人分成阶级这么多啊。这点在国际学校里算是特殊的是吗？对，很多学校都会这样，很多学校都会这样子就会有hierarchy 很重。哇 ，OK， 那我们太幸运了。我们今天跟 Chris 聊完之后，略有深刻的体验，我觉得。他没有把自己的小孩当做一个自己的可支配的财产，而且你好像跟先生你们约定了对孩子的这些期许，我听起来就是你们在准备着女儿的独立，然后将来有一天她能够非常自信的离开你们去过她自己开心的生活。对啊，这是我觉得是我们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我只是你的父母，我可以给的是，我当然是生命，你要自己现在都是靠你自己去把自己照顾好自己，那健康你就会有。然后这一点就是要他去学会懂得照顾自己珍惜自己老实的对待自己这一方面。太好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他的智慧咯有了智慧，哪怕来到社会各地都没问题嘛。所以这是我觉得说，这是我们要。希望他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在他离开你们之前，你们是和谐的生活。好，非常开心，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也是很开心，谢谢你，你们给我这个机会。